去，长安有你 K。今天我们和大家聊。扭矩。你看，时过境迁，10几年过去了，我已经变成了一个30岁的大叔了。这个时候，我再开回到这条路上的时候，我反倒不想那么歇斯底里了。我希望的是这台车能够更加镇定一点，从容一点。所以你要的这个时候，你要的就是要扭矩，而不是要马力、转速，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扭矩你给我好好的来。那这里面呢，它用到的一颗变速箱是爱信的8AT 的变速箱。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在这个年代，在这个价位，你还可以用到一个 AT 的变速箱，而且是8AT 的变速箱，还是爱信的8AT 变速箱，这个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多数的企业都会给你装一个双离合的变速箱。那双离合的变速箱和 AT 的变速箱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就在你起步红绿灯的那一下，你就能感受起来。如果是个 AT， 一脚油门跺下去，走。但是如果是双离合的变速箱，你一脚油门跺下去，车子刚起的那一下，你最好是收一点点油，因为双离合的变速箱它是没有那个液力变矩器的，没有液力变矩器以后，它的这个能量的储存呢就会揉不下来，它会很刚，一刚的下来，它就容易出现顿挫，大概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 AT 变速箱加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做的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现在是上坡的路哈，所以这种路况下，你只需要用一个动作就能够去检验一个变速箱做的到底好不好。就是你大概开到个车速20、30，油门开度呢大概是踩1/3左右的油门，然后你踩一脚深的，踩一脚浅的，踩一脚深的，踩一脚浅的，我们叫它 tip in tip out。这个呢，你能够检测到工程师在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配合的软件这些细节方面做的好不好。长安调、爱信的箱子一直调的都还挺顺的。好，那说完变速箱啊，说完了发动机这一块，我们就不说了。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方向盘了，真的好小，好小的方向盘。就如果是15年前我有一个这样的方向盘，我一定会成为重庆南山车神的。然后这个方向盘呢，它的精准性做得非常好。一小嘛，我们就会想到这个方向盘是不是圈速比较少？对，没错，它从左死点打到右死点2.8圈。一般的这种 SUV 呢是会做3圈左右的，运动型的车会做2.75圈左右，所以2.8圈你大概就明白了，这台车整个的齿比设定是偏向于这种运动一点的风格。所以你开着这个的时候，你要看啊，抽一把方向，车身就会有感觉给你，啊。就是你做一个动作，
他的身体就会配合你做一个动作，这很听话的一个孩子。这种乐趣就是来自于这种交互嘛，对吧？那当然问题也来了，有人就问了，你这个方向盘做这么小，那这个力道是不是会很重？重，真的很重。所以呢，这台车呢，IONIQ 可以设了3个助力的模式，在这里面点一点，你就可以设轻柔的模式啊，还有一个运动的模式，或者一个中间的模式。反正我个人是喜欢设一个比较轻柔的模式，这样下来的话，你看一个手还是能把方向盘打动的，这个感觉就有点像是一只手在轻轻抚摸着女朋友的啊，好了，不说了哈，大概就是这个感觉。有3个模式可以让我们的方向盘变得或轻或重。同样呢，这里也有3个驾驶模式，可以选择节能模式、运动模式等等，一个按就能把它给按出来。这里呢还会有3个模式，是2驱自动，还有一个4驱带 lock， 可以满足一些轻越野，别拿它做重越野，轻越野走走烂路它也可以的。所以基本上看起来这台车的一个转向啊、底盘啊这些特点就在这了。刚才我还在嘲笑我们车里的2个奔驰车主来的呢。这台车啊，这台 IONIQ 可以走在城市的公路上，那个质感，我觉得可以点个赞，真的，那种隔音、NVH 静谧性做的真是非常好。你会有一种错觉，觉得这台车开起来是一个很高级的那种感受。那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它的这套避震基本上来看，我觉得还是调的偏向于舒服一点的。哎，这和它的外观的那种很唬人的感觉有点不一样，和 IONIQ也不一样。IONIQ 可能年轻躁动一些，但 IONIQ 呢会大叔一点，多少都是端起了保温杯或者快端起保温杯的年纪。所以呢，这套避震呢更多的是给了我们这种舒适一点，比如像过这样的一个坡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带着一点俯仰的。但是如果你是要去做一些激烈的驾驶，它的阀体又调的还不错，就是深圳不对啊，就是重庆南山这样的路走来走去的时候，你不会感觉车身的侧倾会有多大。那当然呢，轮胎呢，因为要照顾大家喜欢大尺寸嘛，不得已啊，大家喜欢21寸，但没办法，加点预算上了一套马牌的 UC6，所以算是在这个运动性和舒适性之间取了个平衡。那基本上这台车呢，开起来的感受，我觉得就是这样了。你要说这台车的整体的3大件怎么样？挺好了，挺好的，包括它的一些经验的设定，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应了那句话了，就是中国人做的台车其实进步是非常大的。现在接下来，我觉得中国的工程师们要面对的问题就只有一个了，就是不管你怎么努力，你永远改造不了的不是汽车本身的素质，而是改造不了我们喷子的认知了。